你好，我是尼哥。那相信你在交易的时候，一定有幻想过说，如果我知道这个市场什么时候到顶或什么时候到底，那我一定可以赚非常多的钱。那到底在市场里面呢，有没有人可以100%预测这个市场的顶底呢？那答案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人能够准确的预测这个市场什么时候到顶，什么时候到底。那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这个市场已经到达历史新高了，所以它一定到顶了，它接下来一定是会反转。那当这个所谓的老师还有交易大神，如果说他这么笃定的告诉你市场一定会反转呢，那你要千万小心他所推销给你的任何的内容跟产品。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就问，就是说，那既然顶底没有人可以知道，那是不是顶底结构是对我们的交易是没有帮助的？那其实不是。虽然我们不能100%确定这个市场的顶底，但是呢，借由这个顶底的结构呢，我们可以一定程度的去猜测说这个市场是否要转向了。那什么是顶底结构？那顶底结构又怎么可以帮助我们去预测说这个市场可能会转向？结构的意思呢，就是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搭配和安排。那简单来讲呢，就是一个整体的组成的一个方式。那所以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积木，它搭起来的时候呢，那如果说我们要搭一个屋顶，那当最后一块砖搭上去之后呢，我们可以就看出来说，这个是一个屋顶。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们不需要看到最后一块砖放上去，我们才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屋顶。它可能是在开始盖到一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说这个人是在盖屋顶。那这个顶底结构的道理也是一样的。那这个市场呢，它在搭建这个顶部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迹象看到说，这个已经开始构成了一个顶部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很有可能这个价格它是已经到顶了。那在顶底结构里面呢，我们不能或缺的呢，就是上升趋势与下降趋势。那上升趋势呢，顾名思义就是价格不断的攀升，然后呢，它产生了 higher high 跟 higher low。那 higher high 跟 higher low 的意思呢，就是你现在的高点会高于之前的高点，而你现在的低点呢，它会高于之前的低点，那所以呢就叫做 higher high 跟 higher low。那下降趋势呢是刚好相反，那它会呢产生 lower high 跟 lower low。所以当上升趋势转换成下降趋势的这一个逐线呢，那我们可以叫它结构的一个转换。简单来讲呢，就是 higher high 跟 higher low 转变成 lower high 跟 lower low 的这个过程。所以知道这个结构呢，对我们交易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尤其是波段交易者呢，那他们最主要的呢，就是要抓到这个上升的趋势，还有下降的趋势。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在这里入场，然后在这里出场，然后呢在反方向入场，那这个呢是最完美的。但是呢，梦想很美好，现实却非常的骨感。那如果说我们是非常执着的，我们想要知道最高点跟最低点呢，那大部分的时间呢，你都是会亏损的。那所以呢，我们不要去试着抓顶底，我们要等到市场它给我们一些讯号的时候呢，那我们才去介入这个市场。那当然我画了这个图，还有讲解上升下降，还有结构转换，这些呢都是非常精简的方式去解释顶底的结构的基本的逻辑是什么呢？那相信现在呢，你对顶底结构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但是呢，你可能会想说，这些我都知道，但是实际运用呢，并没有这么的简单。那因为当你用这个顶底结构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问题。那第一呢，就是复杂的市场；第二呢，就是未知的恐惧。那复杂的市场非常的简单，就是通常我们看到市场都是这个样子的，那非常非常的混乱。那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说，什么时候是顶，什么时候是底，我们什么时候应该介入市场，什么时候呢应该去观望这个市场。那就是因为有这么复杂的市场呢，我们会对这个未来发生的事情会有恐惧。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市场有什么好恐惧的？非常的简单呢。那它这个市场2次没有突破新高，那就是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阻力。然后呢，在这里它突破了，它下跌测试了这个支撑，然后上涨失败呢，那产生了这个影线，就代表说这个市场尝试突破，但是失败被打回来。所以呢，这个市场它下跌是非常非常的合理的。
那这种说法呢，乍听之下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实际上呢，你去操演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简单，因为呢，你在交易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现在这个图，你看到的是这个图。那所以呢，当你不知道这个价格之后会怎么走的时候呢，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市场它一定会下跌或一定会上涨？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开车？那大家开车的时候，如果到了一个路口啊，你要右转，那但是呢，路边呢停了一台车，它挡住了你的视线，所以你看不到你的左边有没有来车。那我不知道你啊，但是我很多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那这个压力之大的。因为我会怕，如果说我直接转了的话呢，那这台车冲出来，那可能会撞到我。那但是我不转的话呢，那可能会错过可以转的时候。那交易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说当你看到这根足线它试着突破，但是失败了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说啊，这个市场它可能要向下跌。但是你又回头一看，就说，但是这个市场它之前下跌的时候，它也失败了。那所以这个市场呢，它目前呢是处于 lower high 呢，还是它正在去 higher high 的路上？那我想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无可否认的，虽然今天这个例子它下跌了，那但是呢，这个市场呢在不同的时候，它有可能是会突破，然后产生另外一个 higher high。那我们在交易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利用这个顶底结构，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市场它大概率是会往哪里走？那这里呢，我提供给大家一些解决的方法。那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搭配其他的工具，因为呢，如果单靠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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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 的这个转换呢，那是非常去辨别说，这个呢到底是结构转换的 lower high 呢，还是它只是一个去 higher high 的中途休息的一个路上？那我之前呢有讲过很多其他的工具跟指标呢，都可以很好的去搭配这个顶底结构，让你更好的去知道顶底的这个位置。那第二呢，我觉得是交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预测未来，活在当下。那很多人他在交易的时候呢，他预测未来，但是他活在未来。那譬如就是说，他看到了这个价格产生了一个 lower high， 那所以呢，他就笃定说这个价格一定会往下走。那但是呢，这个市场它没有下跌，反而上涨突破了高点。那个时候呢，那你可能会觉得说，不可能，我预测的未来它应该是会下跌，所以呢，你就移动止损，打死不放手，那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亏损。那回到之前这个开车右转的这个例子那所以当你开车想要右转的时候呢，你虽然视线被挡住了，但是你预测说在左手边呢可能会有车会从左手边开过来，或者呢这个车它不会开过来。那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说车会不会开过来，那所以当下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可能就是会往前开一点，然后去试着去看说，有没有其他车会过来的一个迹象。那或者呢，你可以等到一台车它开过之后呢，那你就是可以紧跟着它，没有另外一台车的可能性就会更大。所以顺着这个逻辑呢，我们把它套用到交易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根 K 线它没有产生新高，但是同时呢，这个价格它也没有突破这个所谓的支撑位，所以呢，我们可以让时间往前挪一点，然后呢去探头看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其他的讯息它会经过，然后让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市场它会往下跌。那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它跌破了之前的这个支撑位，那所以呢，这根足线呢就消除了我们对这个支撑位的一个顾虑。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就在这里入场，然后呢等待这个市场进一步的下跌。当然呢，如果我们选择在这里入场的话呢，会错失掉一些利润，但是呢，你是用你这些利润去换取更稳当的一个入场位。那接下来这个概念呢，在交易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呢。那就是你在交易的时候呢，你不需要每笔交易都对。那例如说，你看到这张图的时候，你说，我不想要做空，我想要做多。那因为呢，我看到这个市场它产生了这个 higher low， 然后呢，这个市场它测试了这个阻力，然后突破。回来测试了这个支撑，那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个入场方式。那因为我刚刚强调了，就是说虽然这个例子它是下跌的，
但是呢，如果说你有你的入场的理由，那如果你交易100次，你都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入场，然后你都是顺势去交易，那我相信你的利润是不会太差的。那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虽然是你可以这样子的入场，但是呢，当你失去了你入场的理由呢，那你会需要尽早的止损。那我入场做多的理由呢，是因为这个价格它突破了这个阻力，然后回来测试这个支撑。那所以呢，当这个市场它突破了这个支撑的时候呢，那就代表说我这个交易已经失效了，所以我不可以再留在这个交易中。当然你可以说因为这个市场它没有创新低，所以我想要继续抓着单，那这也没有问题。但是你前提是你要是在你入场之前你就设好了你的出场的位置，你不能就是说你出场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如果市场它突破了我就要出场。那当然当市场真的突破的时候呢，你就是说这个市场它我要等到它突破之前的低点。那这样子做法呢，你只是会让你的这个损失越来越大。那所以这个呢，你会需要非常的注意。OK， 那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哈。那再一次强调，你要预测未来，活在当下。你不能预测未来之后呢，活在你所绘画的未来当中，因为那这样子的交易呢，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第二呢，就是你会需要搭配其他的工具。那因为说老实话，没有一个工具是可以让你100%的预测市场的。那所以搭配其他的工具呢，是可以去互补各个工具的不足，然后让你可以更好的提高你的胜率。那第三呢，其实就是跟活在当下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那我们不要去复杂化我们看到的东西，而是去非常客观的去分析说，这个市场它现在产生了 higher high， 然后呢，它可能会下跌，然后产生了所谓的 lower high。那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交易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不知道市场会往哪里走。那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并不是你没有看到这个市场的走向，而是市场它没有给你足够的资讯来告诉你说市场该往哪里走。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稍作休息，然后等待市场给你进一步的指示。那交易呢，它是一个几率的游戏，就因为这个是几率的游戏，你只要做好风险管理，你不需要全对也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获利。那最后的最后呢，我想问大家一个衍生的问题，那相信我们都有遇过错了放不掉，对了抓不住的情况。那在听完我今天分享的顶底结构的这个影片之后呢，对这个8个字呢，是不是有更深层的了解呢？你要怎么样用这个顶底结构来避免错了放不掉，对了抓不住的这个尴尬的一个处境呢？那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你的想法。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简单的分享。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留言，那再一次感谢你的订阅与点赞，那我们下次见，拜拜。